受惠的都是美国。冷战是对抗思维，全球化是合作思维，新冷战又是对抗思维。对抗思维的底层思考逻辑是依照意识形态来划分壁垒，在壁垒当中索讨利益，都是利益，只是全球化的利益是建基于合作共同创造利益之上。冷战是透过壁垒划分来分割彼此的利益范围，然后在彼此利益范围里面创造利益的集中，一样受惠的都是美国。川普主义，吃相难看没关系，只要利益有照顾到就好。打不赢的就握手联合，不用打的就会听话的吃干抹净。我们其实应该给他一个新的名词：川普主义。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首先呢，大家了解到，在1991年呢，苏联瓦解、苏联解体之前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冷战。冷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哦，就是进入一个高速度的全球化时期。在美国的这个主流的论述里面，叫做世界终结了，世界呢依照民主制度得到了幸福快乐的日子，美国胜利了。这个叫做什么？这叫世界终结论。当中最有名的学者叫做法兰西斯·福库亚马，好，这个人的名字大家要反复记得。这位老先生现在还活着，非常活跃哦。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2018年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开始所谓的贸易战。3个时间节点哦。第一个时间节点呢，在1991年的时候是冷战结束，所以我们叫苏联解体。苏联一定要解体哦，所以它散成了这个10几个加盟国嘛。2018年发生什么事？这个美洲贸易战。这2个时间点先搞清楚，那我们就会比较好来讨论这个问题哦。苏联解体之前我们叫什么时代呢？冷战。从苏联解体之后到2018年呢，我们可以称它美国的一超多强的时代。美国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嘛，它一个人主导了全世界的秩序。这个时期发生几个事情，比如说包括两岸一起进入到世界贸易组织，叫做中国入世。那中国入世这件事情，就是把整个中国的生产的体系全部就拉到了整个全球化的运作里面。所以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全球化时代，这是主导的是全球化。冷战时期主导的是什么？是壁垒，是对抗，意识形态的对抗。从1991年到2018年呢，主要的是什么？是全球化的时代。从2018年到2025年呢，出现了川普开始发动全球贸易战，他无差别伤害，但是反而跟中国握手言和。所以这就有意思啦。中美休战，然后呢，现在还没发生啊，但是呢，乌克兰提了乌克兰28条，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虽然最后有没有签成是一回事，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事情。从这个到这个中间从全球化到什么？这中间是什么？这个我们一般会把它称之为新冷战，但是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全然的一个壁垒，它比较像一种思潮，它有一点冷战的特质，但是呢，又不是冷战。2015年之后出现一个新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把事情给做一点背景上的铺陈。这里面呢，冷战是对抗思维，全球化是合作思维，新冷战又是对抗思维。对抗思维的底层思考逻辑是什么？依照意识形态来划分壁垒，在壁垒当中索讨利益，都是利益，只是全球化的利益是建基于合作共同创造利益之上。冷战是透过壁垒划分来分割彼此的利益范围，然后在彼此利益范围里面创造利益的集中，一样受惠的都是美国。差别在于冷战的时候一个强大的苏联，所以呢划分之后呢，苏联能够吃的地方让苏联去吃，苏联不能吃的地方我来吃，所以世界各国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在做安全维护。美国也在全世界上建了非常多的空军基地、海军基地、各种基地。那如果自己的基地不够，就跟英国来租来借，因为英国就全世界最多的基地之一所以对抗合作，但是受惠最大的都是美国。但到了2018年的时候，美国发生什么一个状态呢？他发现继续全球化，受益最大的好像不是我咯，所以呢，他把全球化给叫停了。中国在全球化吸取了大量的资源，没错，美国主导，还是美国主导。所以中国在1991年到2018年这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变大了，因为它得到了最大的量能跟资源。所以中国大陆在这里的快速崛起，让2018年开始，川普叫停了全球化，他想要逆全球化。中美合作是全球化当中非常重要、非常 strong 的一个我们称之为链接，这个圈要把它斩断。所以呢，当时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字眼叫什么？叫做脱钩。所以呢，到了2018年之后呢，我们说这个新冷战，其实新冷战它没有办法真正体现它，因为它不是真正的冷战，所以没有壁垒，你知道？因为中国大陆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办法跟美国完全对立。如果你去过大陆就知道嘛，政治上确实是相对政府施行的是社会主义，然后呢，获利最大的是欧洲，但成长最明显的是中国。欧洲基期高啊，欧洲在
全球体系分工里面，就比例来说，比如说丹麦靠乐高赚得盆满钵满，因为它国家很小，1000万人而已。反正在全球分工里面呢，以美国为秩序的核心，所以有所谓的中央边陲论嘛。中央是什么？中央是美国。但是美国呢，为了避免这个体系啊看起来太像一个压迫者金字塔体系啊，所以呢，把日本、把欧洲给合在一起，称为已开发国家，称为核心国家。然后呢，帮他们打下手，但是呢，相对来说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叫做半边陲国家，或好听一点叫做半核心半边陲国家，然后再往外推层叫做边陲国家。相对应的话呢，核心国家叫做已开发国家，叫 develop 已开发嘛，现在完成时。然后呢，开发中国家 developing 开发中，发展中，翻译应该叫做已发展发展中。然后还有什么未开发国家未发展国家。后来呢，想了一个比较好听的名词叫做低度发展国家低度开发国家。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种好像就这个理论来讲很正确啊。然后他告诉你一件事情，在全球化的系统当中，只要你足够的努力，你是可以移动的，你可以从低度开发进步到开发中到已开发，这3个这个过程。所以呢，它其实所结合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里面的进化论，就是你已进化，进化中未进化。所以这里是一个对应，它其实背后就是有很强的一种暗示性，它就在暗示你这个体系的合理性。我们长期认为对就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冷战到全球化到新冷战，其实关键就是一个美国有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全球的系统当中继续的维持它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体系是一样的，冷战当中中国还是中国啊，全球化的时候中国还是中国啊，可是中国做了很多调整嘛。中国全面的改革开放什么时候？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就是这么有意思，很多事情是可以对得上的。苏联解体，中国大陆的调整就是那我全球化。所以在政治上，中国大陆依然维持的民主集中制，共产党一党专政，集体领导，政党用集体参政给予建议，人民呢有限度的选举人民大会，然后逐级授权，他继续维持他原本既有的体系。但是在这个既有的体系里面，他去做了一个经济的完全市场化的改革。初期的市场化到了现代，其实是走了非常非常远的路。为什么体会那么深呢？因为今年我去了大陆那么多趟，我已经去了8个城市了。在这8个城市里面，我看到的就是在沿海城市跟内陆城市跟不同西北地方西南地方它的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有个事情是，越靠沿海开放越早，它的市场化做得越好，而且比台湾还要做得更好。但是到了内陆的时候，它的这个分布不平均性就很明显出现。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就不是意识形态的对垒啊。如果你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大陆是非常非常市场化的，尤其自媒体市场化的非常深刻。好，在这内部逻辑理解之后，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一个系列过来，苏联解体之后变全球化，全球化之后所谓的新冷战不是意识形态的对垒，但是他用意识形态来包装，所以就有一些蠢蛋就上当。当时包含什么？包含2019年的反送中，包含2020年的817万。为什么大家突然如梦初醒？那个韩国语还是那个韩国语，怎么19年他看起来那么像草包啊？他看起来要卖国啊？他看起来把台湾给卖了？怎么突然在2024年之后，到了2025年，他变成一个和蔼可亲的立法院长，是一个很民主的、很开放的院长？为什么？就是意识形态的包装嘛。泽伦斯基在2023、2022年的时候是世界民主斗士，是人类社会的救星啊，民主自由的战神啊，男神啊，走到就是所有人万人空巷，万人欢迎。为什么到现在突然之间不香了？泽伦斯基在加拿大的时候犯过一个很严重的错，当时还是杜鲁道执政的时候，他找了一个乌克兰裔的二战老兵到加拿大国会接受大家欢迎，说二战的时候他对抗极权，对抗侵略者。结果呢，这个二战老兵一摊开，纳粹分子逃到加拿大的，把当时加拿大的议长都给搞下台了。所以我们常常在聊这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它的内核是什么。2025年2个事件，我认为标志着新冷战思潮的彻底瓦解跟结束，就是由川普发起的美中贸易战，结果拜登时期把他的意识形态跌得更高，所以拜登没有更改任何川普的贸易战措施，还加强加大。结果到了2025年，川普在一番花季炫技之后，突然来一个中美休战，这距离川普在2月上台到现在啊，也才9个月啊，中美已经休战了。然后呢，乌克兰人见狗嫌，28条
GG，叫你直接怎样，直接卖乌克兰，是这样玩的可是在这个全球化的系统里面，中国大陆的崛起让美国非常诧异，因为同样的系统，冷战时代虽然是一种对垒，但是呢，在西方的阵营里面，其实它也是一种全球化。大家听得懂吗？大家只是没有办法全球，因为全球有大量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它没办法全球，所以它应该可以说是什么叫做半全球化，或者叫什么半个地球的全球化。在原本所谓的东西阵营，东边阵营就是红色阵营、共产阵营，西边阵营就是资本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里面，它也是一种全球化。那在这里面，它其实也是一种合理化那个话语体系的过程。只是当苏联垮台，所谓东方阵营解体之后，它把这整个往前扩展。所以在冷战时期的时候，美国其实也遇过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个挑战叫做日本。日本人在1980年代一度达到了接近它的巅峰时刻，眼看着以成长率冲上去来说，很可能会挑战到美国的经济霸主的一个位置，所以后来就出现了广场协议嘛，还有半导体协议嘛，直接把日本的未来跟日本的现在给彻底扼杀之后，日本就进入长期的泡沫时期。所以美国并不是没有遇过在他所主导的体系下面的一个挑战者，美国只是对苏联进行坚壁清野，进行阵营对抗，但是对于他的小老弟们，他进行的还是那一套，其实就是一种门户开放政策，只是他是在他的阵营里面的门户开放政策。这招门户开放政策19世纪末美国就在干了啊，不是吗？所以这叫历史的贯穿性。然后再往前推进，就是到了1991年之后，苏联垮台，然后就进入这个全球化时代。所以这刚才讲过，我们就把它串起来。那我要讲的重点是这一块，中美贸易战、新冷战思潮，他用了一个借用冷战的灵魂来做这个新冷战的思潮。在新冷战思潮里面，对抗跟意识形态是里面的核心问题。就我们回到刚才一开始在讲，中国老早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就进行了再改革开放，第一次其实是1978年之后，第二次再改革开放，这一次彻底的打破了保守势力的智库，全面性的开始大幅度调整，先富带动后富，沿海带动内陆，整个体制就开始改变，大量的合资公司，大量的外资涌入，当时台商就是在这里面站起来了嘛。然后再往前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仅仅花了不到30年的时间啊，1992年到2018年啊，仅仅花了26年的时间，没想到中国全面性的成长，而这个成长当中经历过几轮的挫折，比如说2000年初一度要准备对付中国，结果呢911事变，2008年准备要对付中国，结果次贷风暴，每一次美国腾出手准备打压中国，就爆发一个大系统危机，结果2008年中国还配合美国啊，跟你玩通膨啊，大家一起做这个保证的，帮忙保证担保美元啊的印发，那个就是有一个世纪名词叫 QE， 量化宽松政策，所以看起来中国好像没那么有害，买了大量的美债啊，对吧？那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又延迟了10年啊，这10年中国呢又有长足的发展，它的产业从传统产业一脚跨进了科技产业，这下美国是真的绷不住了，真的意义上的绷不住，哇，再这样下去还得了？而且呢，中国大陆开始从10年之后到18年之间这8年开始堆积大量的中产阶级，开始往内陆开发，从原本的沿海城市呢往内陆，所以所谓的新一线开发，还有各种新兴的产业的勃发。原本以为中国只是大号的日本好对付，就几次打下没死，所以到了18年，川普才会断然发动中美贸易战，这就是新冷战的由来。进入新冷战，中国一开始是用世界贸易的一个概念，用全球化的概念在应对这件事，结果不管怎么让，怎么妥协都没有用，说翻脸就翻脸，继续制裁，继续打。所以在18年之后的3年期间，18、19、20这3年是中国最难熬的时候，紧接着疫情就爆发，疫情爆发，全球贸易战相对次要，大家在抗疫嘛，这个抗疫呢，反而又让中国捡到一个喘息的机会。所以你看那个高潮在19年、20年的时候，全球为中，天下为中之势嘛，非常非常的明显。16年就有南海对峙没有错，但是16到18还是有一个逐步升温的过程啊，因为川普第二任是16上来的。21年为什么是个关键一年？因为很明显从20到21到22这疫情3年最关键的是什么？工业化的底子展现出无与伦比的韧性，所以新冷战打了老半天不但没把中国给打死，反而呢在这3年期间呢，中国又再一次进化，所以就到了什么？时间很快，川普下，拜登上，拜登再下，川普又上，来到了2025年这个关键节点。
4月川普又做不做2个月。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呢，川普主义是一种新保守主义的变体，再加新门罗主义。但是在我来看呢，其实都是一种经典保守主义，而不是新保守主义。其实川普效法的对象更多的是老罗斯福 Teddy Bear， 这我跟一般国际关系的看法是比较不一样，因为很多人认为他是实行雷根的新保守主义嘛。川普 1.0 是新保守主义没有错，新保守主义主打的是什么？就是意识形态的对垒，捍卫传统价值的同时呢，透过这种捍卫传统价值的方式来建构他的世界秩序的体制跟逻辑。为了要捍卫这个传统价值，不惜使用大棒，所以雷根很凶啊，这叫新保守主义。但我不认为这是新保守主义，它比较像是老罗斯福的那一套，再加上一点点门罗主义的味道。但这个门罗主义不限于美洲，它主要限于他自己的势力范围，因为门罗主义只管美洲嘛，所以你可以把它称为新门罗主义，就是说我既有的势力范围我要维护。再加上老罗斯福，老罗斯福叫什么？老罗斯福叫做巨棒外交。什么是巨棒外交呢？不听话就揍嘛，不听话就打嘛。其实不管新保守新自由主义那个，这很复杂，因为美国的这种思潮它都是用社会学逻辑去归结啊。你说它是新保守主义或旧保守主义，其实都不准确，因为它不像雷根。第一任川普非常推崇雷根，但第二任的川普推崇的是麦金利总统，而麦金利政策的继承者就是老罗斯福，所以你也可以说他是麦金利或麦金莱主义。所以这是有一个实质上的猜测，很复杂，我们不要进入那一个逻辑里面。但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到了这里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吃相难看没关系，只要利益有照顾到就好，打不赢的就握手联合，不用打的就会听话的吃干抹净。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给他一个新的名词，其实就是川普主义啦，这个才是真正的川普，而且有很多美国人支持。为什么？因为川普主义所呈现出来的是，他对内呈现出保守主义的内核，所以他的选民呢有一种凝结的中心，他们把它重新再包装叫做 common sense， 就是尝试，用尝试包装保守主义，让保守主义看起来没有那么旧，因为他所对抗的是包含新自由主义，包含进步价值，所以他把它给重新再包装。所以对内他看起来是在拯救美国老百姓，所以他没有道德怜悯性。我今天对于委瑞瑞拉的毒虫说炸就炸，拿飞弹也炸，一颗200万300万的飞弹就给他扔出去，嘣，炸死4个5个毒虫。是不是毒虫还不知道，开着快艇走私就是毒虫嘛？可以这样干吗？可是他告诉他的选民，他是在救赎美国啊，所以对内的包装是保守主义的内核，所以他看起来很多不够历史透彻的人就会说他就是学着雷根的新保守主义嘛，他只是变体嘛，但是是错误的理解，只是有那个内核的样子，就是拿来骗骗自己的选民。对外就是老罗斯福从麦金利开始的那一套。为什么从麦金利到老罗斯福有这样变化？因为当时美国从个农业国家正式的完全升级成世界最大工业生产国，就在麦金莱总统到老罗斯福那段时间，所以他的巨棒变得非常的硬，很硬的棒子，他就可以到处敲人家。但是呢，当时美国又没有强大到可以敲全世界，因为那时候世界上有几个国家都很猛，英国老牌日不落帝国依然非常的强大，德国全欧洲最强大的工业国家，跟美国的工业产值双双超越英国，并列世界工业2大巨头。在亚洲快速发展的日本雄踞东亚，所以这个样态其实跟今天是有一点类似的啊，只是那个曾经强大的对手从英国、德国、日本变成了中国嘛。所以从这里面你去理解之后，你就会可以知道今天我们在谈中日首脑通话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去读通这个历史啊，你搞不清楚他在想什么。川普是很爱读历史书的人，他为什么出口就说麦金利总统？他把原本的美国第一高峰叫麦金莱山，一度被改成纪念原住民的名字，他又把它改回来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行为，他都可以对内解释，在对美国好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中美休战，让美国人过好日子啊。乌克兰28条对乌克兰极其残忍，我就说了嘛，除了把地皮上的黑土刮下来榨油之外，他其他可能干全干。但对美国人来说，这是救赎美国的国库啊！乌克兰人拿了这么多免费的东西，可以这样子吗？所以我说这叫川普主义。那这4个变化，接下来就引领这个世界上变化。川普里面脑袋瓜里面所装的东西就是这一套。他认为麦金利时期、老罗斯福时期 Teddy Bear， 美国这么的强大，非常全世界四海走，而且那个时候美国就在世界推展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所以这个就是整套的逻辑。你把这个历史给整个串通之后，你就会理解到其实是怎样，其实就是在这里的时候，美国收割全世界，到这里的时候，他尝试把中国给摁下去，但失败。所以呢，美国人永远有 Plan B 啊，同一个川普可以玩出2套把戏。川普 1.0 真玩的是新保守主义，川普 2.0 玩的是川普主义，就传统经典保守主义的内核诈骗国内老百姓，作为精神凝聚，套一句新的皮叫做
做 common sense 常识，然后对外执行巨棒外交，对到强国叫敌不动我不动，尽量来合作。所以这是一个整个内核，但是最大差别是什么？当年的美国是国势蒸蒸日上，而现在的美国国势不要说日渐衰退，至少成长有限。所以你有发现收割用意识形态壁垒，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壁垒，收割壁垒内的自己人，壁垒垮了，全世界通，全世界收割，收割到极致，哇，收割不了，想办法弄死那个在体系中长很大，亲手摧毁自己体系，摧毁不了，休战，然后呢，对自己的盟友开始巨棒外交。OK， 所以这整套逻辑贯穿下来，接下来要死谁？照这个逻辑，是中国会被美国干死，还是美国的盟友会被美国敲死？